最近的盘势是不是让你觉得怀疑人生？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联准会降息，结果呢，比特币竟然给我们上演了一出跳水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按照剧本，降息是不是应该资金大放水，币圈要喷上天嘛？怎么反而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不仅不涨，还反手给了多头一记大耳光？更惨的是，不仅仅是币圈在跌，隔壁的美股科技股也是血流成河。现在市场上恐慌情绪开始蔓延，大家都在问，是不是这波反弹行情的全剧终？我们距离下了一轮深不见底的暴跌，是不是真的只差一步了？我们先说结论啊。第一，技术面岌岌可危，比特币现在在86000这个悬崖边缘徘徊。如果这一两天守不住，跌破了新的，那么新的大跌几乎是板上钉钉。我们要做好看向84000或者是8万的准备。那第二，机构的警惕还在，木头姐告诉我们，机构仍然在首选比特币。而富达的数据明确告诉我们，8.55万美元有43万枚比特币的超级买盘在托底，这附近呢可能是一个非常硬的支撑，也是为什么比特币现在在86000的价格迟迟下不去的原因啊。第三，外部环境恶劣，美股科技股的利润率焦虑正在发酵，那这股做空的能量还没有完全释放完，随时可能再给币圈来一记重锤。目前的行情就是一场多空双方的殊死搏斗，也是考验耐心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预测每一波涨跌，只需要在关键的位置做出对的应对即可。本周就在美国政府大关门之后，最多重要经济数据公布的一周了，包含今天的非农跟失业率，还有周四的通胀数据和周五的日本升息。大家可以这样去理解，之所以这次会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大关门期间延后新的劳工数据首次去公布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呢，这就很可能大程度的影响到整一个市场对于明年1月份的降息预期。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降息的预计是20%多一点，不到30%。那所以呢，市场肯定会更加敏感一些，大家一定要记得去随时做好风险的管控。再回归到这张图片来，这是大家最近在疯传的日本近1年多重复利率，总共升息3次，然后对应到比特币价格的时间点。那当然，我相信大家第一眼其实就可以看出来，现在市场最担心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包含3次的日本升息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在升息之后，从最高点算的话，回踩有20%到30%。那接下来19号，也就是本周五又要去升息的话，那岂不是又要完蛋了？那上周我们其实有跟大家深度聊过，简单来说，之所以日本升息会造成市场恐慌，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多年来它是以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吸引大量机构投资人去跟他借钱。他们借到钱之后呢，又会把这些就借到的钱再次投入到债券或者是美股之类的全球资产上，那几乎不用利息又可以去做投资，这就是所谓的日元套利。大家都这样去想的话，那如果你在升息的时候呢，增加了他们的借贷成本会怎么样？是不是从杠杆高的，也就是他们的套利收益不足以支付利息的情况下，就会被迫卖掉自己持有的资产？那这也是导致每次日本升息之后呢，都会有相应的实际资金量会从市场当中抽离。那并且由于日本的利率呢已经非常非常久了，所以其中的资金呢错综复杂，各种套利模型的组合已经是深入世界上各个资产当中了。说了这么多也不用盲目悲观，因为消息都是被提前就是消化的。那现在市场呢已经提前反应了，所以等到周五实际升息之后呢，就升息之后啊，它绝对会说真实流动性被抽走了，没有错，这是肯定的。但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对于全球央行主导的流动性来说，最终能够决定全球流动性动向的一定是美联储，而不是日本央行。所以呢，结论是短期之内呢一定是有影响的，但长期来说还是要看美联储的放水路径，这才是关键。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10月11日开空的内幕大佬，也就是巨鲸的地址啊。那么我们在上期影片的时候，也有跟大家分享过，他开设了 ETH、BTC 和 Solana 的多单啊。那分别都已经出现了负债的情况，最大的负债已经达到了5763万，那总的账户价值是1亿7千万啊。那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回撤了很多了。那么具体再看它这个情况要不要关吧，随时关注一下这一个永续合约的持仓。再回到技术面，比特币目前的价格是在86450啊。那看一下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过去的周末呢，比特币走势非常不幸，直接跌破了9万美元，超级重要的心理关口。那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整数的问题，代表了市场信息也出现了裂痕。那你看图上的这张线啊，就从11月21日的低点，然后一直延伸到就是接下来的反行上行的趋势线。目前比特币的价格的话，勉强在86000的就是附近啊，摇摇欲坠。如果短期内比特币不能迅速的强势站回9万美元的上方，并且站稳，反而在9万这边受阻之后呢，一旦有效跌破了86000的这个位置，
那这波反弹行情大概率就宣告结束了。一旦这个支撑破了，接下来很可能就是自由落体。下方哪里有支撑呢？我们得往回看，很可能就是测试12月1日的低点，那也就是84000美元，甚至更惨一点，直接回测这波行情的起点80000美元的大关。同样，你看一下图表上两根蓝色的线，一个是下行趋势线，一个上行的趋势线。那么它最终交集的汇点就大概是在日本升息的那一天。那这里呢，很可能它显示的有问题啊，应该是按理来说是12月19日啊，但它图表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精准。那意思就是说，方向即将要确定，那么还是需要耐心等待那最终的一个分水岭。但如果短期之内呢，消息已经被提前消化，那比特币比如说价格强势拉回到9万美元以上，那这里的局势的话就会变得比较有意思啊。但是呢，上方也会面临一个超级大就强大的魔王关卡，也就是9万2到9万4的这个区域。那因为这里呢汇集了12月以来的震荡高点，还有从10月份那一波下跌以来形成的下行趋势线，也就是大家看到这根蓝色的线。那如果能够冲破到9万4，恭喜多头的那些朋友，你可以大胆的喊出目标10万美元的口号，因为在那之前的话，我们都还是要保持一个偏空的思维。我们在视频的开头有跟大家分享过，比特币在85500的时候呢，有43万枚比特币的买入，那这个呢会造成一个非常强的筑底，就是基本上很难突破啊。当然也不是说就不能突破，但其实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威胁其实是来源于圈外，也就是美国科技股的崩盘风险。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比特币跟美股，特别是纳斯达克科技股的联动性就比较高了。这个呢可以当做一个参考的指标，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纳斯达克的科技股，然后以及和我们比特币的联动性是不是就根据图表来对照。如果科技股的话一旦崩盘，市场的风险偏好就会急剧下降。你想想那些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他在科技股上亏了钱，面临爆仓，他需要用什么来补保证金？也就是手上的变卖的加密资产。那这就会导致加密行情的进一步下跌。如果还未注册交易所，可以通过我们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的同时，还可以参与新人福利、数字盲盒、体验金的奖励。另外，如果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的观众，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指标平台当中申请解锁 SYP 权限。该权限的话，可以让我们在指标平台当中观看任何想要看到的数据信息，帮助各位更好的发掘入场机会。也可以凭解锁的 SYP 申请我们仅为会员开通的 Telegram 群组，这里呢是专属的信号群，我们会每天分享开单信息，支撑阻力点位，清算关键位，让各位的收益更加透明化。另外提醒一下各位啊，市场阴晴不定，还是要敬畏市场，减少开单，保护我们的本金。那我们的指标平台同时开设了独特的空投机制，每天打卡以及观看视频均可以有经验值的奖励。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作为日后的空头凭证。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头计划，一定不会让你失望。针对我们指标平台升级，可能有部分观众老爷的 SYP 掉线了，我们在 T 区开设了关于指标平台的客服群，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我们会耐心解答。感谢支持。在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在这里呢是分享有价值的内容，真实的交易记录。那自己呢平时也多花点时间去币安广场发帖子啊，互动啊，感觉很可能会是下一个趋势了。